我还记得那晚，当我从军营厕所回来时，发现寝室门口多了一双沾着泥巴的军靴。奇怪的是，这鞋根本不是我们连上的标准款式。更诡异的是，那天晚上寝室里明明只有3个人。你若问我现在还敢不敢脱鞋睡觉，我只能说，自那之后，鞋和我就再也分不开了。我是黑竹，自卫队老兵。2021年2月，北海道暴雪封山，因疫情紧急调派，我和2个新兵，热血的佐佐木翔，胆小细心的村上游纪，被派往一处废弃旧军营，说是清点资产，离世留守3天。我以为这会是一次轻松的差事，没想到从头到尾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。第一晚，雪下得比往年都凶，营区老旧低矮，只有1间房还能生火取暖。翔嘻哈闹腾，总说要拍灵异影片吸粉，游纪则紧张地记录每一件事，连毛毯折角都要对齐。我打圆场，这地方虽旧，但没什么好怕的，只是心里一直不安，一股腐朽的霉味总萦绕不散，墙角还渗着水渍，像是年久失修。饭后，翔开始逼我说鬼故事，我随口讲起这基地的来历。2战时这里是野战医院，撤退时有一群重伤士兵被遗弃，活活冻死。有人说他们的东西和灵魂都还留在这里。翔大笑说我吓唬小孩，游纪却明显更不安了。那晚我最后一个洗完澡回寝室时，门缝下飘着异样的冷风，推开门，2个新兵都睡得不安稳，脸色惨白。夜里风声大作，玻璃响个不停，我睡得迷迷糊糊，仿佛听见走廊上有拖着脚步的声音。第2天晨光刚亮，雪下得更大了，我站在窗边抽烟，想着今天要不要带他们去仓库。翔还在床上打呼，做梦都在说快点啊，我来当鬼王。游纪则一脸疲惫，连早饭都没胃口吃。上午我们分头盘点，翔总是自作主张，仓库那排旧储藏室，他像发现什么宝物似的，喊我过去。前辈，你看这门上还写着禁止进入，会不会有什么秘密啊？我本能的想阻止，但翔早已用铁剪撬开门锁，里头空气又冷又湿，只有1排旧床铺，一面裂镜和几件腐烂军装，最角落摆着一双泡到发白的军靴，鞋面还沾着浅红色痕迹，墙上有几个模糊的小字，像是有人用军刀刻下回家。我的脚。游纪站在门外，脸色发青，他小声说，昨晚梦到有人拖着脚在我们床边走，穿的就是这双鞋。翔没当一回事，还拿手机拍照，要不要直播？开箱恐怖就仓库。他笑得很开心，却没发现他拍照那瞬间，镜头里闪过一道黑影。回到寝室后，我就觉得他们变了。翔笑得很频繁，却笑得不自然，好像有什么事放在心上。那天晚上，他突然发起烧来，游纪变得异常安静，总是窝在墙角，神情恍惚地写着笔记。某晚，一双沾满湿泥的军靴不知何时出现在寝室门口，水渍一路蔓延进房里。问他们，2人都斩钉截铁地说，不是我。天色渐暗，外头的雪没停过，营区像与世隔绝一样。那晚我们3个人都心神不宁。翔说他梦里有人在床边问，你看到我的脚了吗？他不以为意地模仿那声音，但我看见游纪脸色发白，手指不停颤抖。夜里风吹得窗子啪啪响，我半梦半醒，听见走廊上有湿泞的脚步声，一步一步朝寝室靠近。我屏住呼吸，正想起身查看，却发现脚下冰凉一片，低头一看，床边多出一滩湿泥，泥水里隐隐有血红色的痕迹。翔忽然大叫一声，翻身坐起，还给我，把鞋还我。我吓得去咬他，他浑身发冷，眼神呆滞，嘴里不断重复那句话。游纪缩在角落，哭着说有人摸他的脚，还有冰冷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。他开始写字，纸上重复写着回家，回家。我想带他们冲出营区，但外头风雪大作，铁丝网外全是积雪，
根本无法离开。屋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重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。第3天清晨，翔得高烧不退，脸色青灰，游记已经神志不清，整晚自言自语：不要抓我，我没有偷你的鞋。我坐在床边，头还有些昏沉，眼前一阵发黑。就在那一瞬间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陌生的画面，一名年轻的士兵，名叫渡边直人，他的故乡在本州的乡下，家境清寒，父亲早逝，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妹妹。他参军只是为了让家人换取几袋米。那年冬天战败撤退，渡边在撤离途中被弹片击中双腿，军医说必须截肢，却因物资短缺，迟迟未能动手术。撤退前夕，指挥官为了保命，竟将所有重伤人员反锁在储藏室里，任他们自生自灭。渡边痛苦地敲打门板，声音嘶哑，喊着要回家。他的双腿溃烂化脓，疼痛让他几度昏死过去，但他仍有紧牙关，把腐烂的脚硬塞进那双军靴里，仿佛只要穿上它，就能回到那个再也见不到的家。最后，他的意识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家和那双被血与泥凝结的军靴。他死了，却没能离开，灵魂就这样困在营区里，怨念化作诅咒，只要有人动了他的鞋，就得代替他承受那段永远走不完的痛苦。夜幕低垂，风雪停歇，寝室异常安静。我看着那双军靴，突然发现鞋底多出一道裂缝，里头渗出黑色液体。翔忽然冲过来，拿着军靴，嘴里疯狂喊：还给你，还给你！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人拖着坏腿，一步步逼近。黑暗中，储藏室门自行打开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。我跟着翔冲进储藏室，却发现地上有3道湿湿的脚印，一双属于翔，一双属于我，另一道血肉模糊，黑影缓缓浮现，是渡边直人。他脸上满是绝望，双脚血肉模糊，鞋子与皮肉早已粘为一体。他慢慢靠近我们，伸出手抓住翔的腿，翔痛苦挣扎，却被拖进地板下的泥水里。我试图救他，一只无形的手却死死缠住我的脚踝，耳边传来渡边临死前的低语：我的鞋，带我回家。我感觉整个人快被拉进地底，世界变得扭曲黑暗。忽然，我最后的理智爆发，用尽全力踢开缠住我的手，把游击推了出去。他跌倒在门外，尖叫声回荡在黑暗里，房门轰然关上，四周只剩渡边的哀嚎。我醒来时已经在医院，医生说是救援队在雪地里找到我和游记，翔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游记则精神崩溃，每晚都在梦中哭喊。但事情没结束，有一天，护士们在门外小声议论：这个老兵的脚上，你看见了吗？对呀，总穿着那双旧军靴，还滴着泥水。他晚上会对着空气说话，说什么带我回家。我低头一看，脚上仍旧是那双发白的军靴，鞋底还渗着湿泥。医生试着帮我脱鞋，却怎么也脱不下来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总会听见床下传来声音：我的脚还给我，带我回家。有时我会在镜子里看到另一个自己，脸色惨白，双脚与那双旧军靴紧紧粘合，仿佛再也脱不下来。每当这时，我总会想，也许那时的我根本没能从那间储藏室活着走出来。也许渡边直人并不是想害人，他只是太想回家了，太想再见他母亲一面，再摸摸他妹妹的头。也许他只是想用某种方式找个人陪他走完那条他从未走完的归途。现在的你，还敢在雪夜里脱下鞋子吗？